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被人民文娱点赞，赵丽颖风吹半夏拍出了国产大女主剧的良心。国剧市场上的影视作品质量较之过去有了明显的提升，在数量可观的前提下，佳作的产出率也越来越高。只不过能够成为爆款的题材，还是出现了品质下滑的现象，比如谍战剧和历史剧，几年难出一部优质作品。但相比起这些类型的作品，大女主剧的品质下滑更让人觉得痛心。《甄嬛传》之后，同类型题材层出不穷，广泛的受众群体再加上庞大的市场，都给予了这类题材极大的市场空间。而大女主剧也是最容易让女演员出圈的类型之一，但套路式的剧情、演员状态完美全靠滤镜磨皮，再加上人物设定千篇一律，女性角色都被刻画成了灰姑娘或是遭遇重重困境崛起的悲惨人设，使得大女主剧在被观众们赋予高期待的同时，经常会出现品质达不到预期的现象。但时隔多年，赵丽颖的《风吹半夏》却真正拍出了国产大女主剧的良心。这部剧作开播后被人民文娱点赞，口碑与热度表现都很出彩。这一次《风吹半夏》让国产大女主剧成功翻身了。01酒桌上立柱大女主，破题角度新颖。《风吹半夏》得以成功，首先就是打破了常规的大女主剧套路。在国产剧塑造了无数个白手起家的男企业家形象后，风吹半夏另辟蹊径，选择了白手起家的女钢铁大拿人物作为破题角度，具备着极强的新鲜感。无数大女主剧的失败原因大都是集中在两点：一是被感情线喧宾夺主，没有如观众预期，单纯的只是讲述大女主的魅力；二是女性要靠男性来拯救，才能真正实现人生剧本的逆袭，但风吹半夏均摒弃了这两点。事业上，许半夏有两个好兄弟作为合作伙伴，并非单打独斗，但也绝不是靠男人起家，而是两个好兄弟都是他手底下的小弟，许半夏是真老大。而感情戏也是与事业联合在一起，互相成就又互相利用，足够现实也足够新鲜。风吹半夏采用倒叙的形式，先讲许半夏自己的小弟之一童潇齐从监狱出来，紧接着又让时间回到了5年前，将童潇齐入狱的经过以及原因交代清楚，但并没有花费过多的篇幅在过去的回忆上，而是迅速展开前期剧情的一场重头戏——喝酒。在酒桌上谈生意是十分常见的现象，尽管如今备受诟病，但放置在90年代，这的确是最流行的方式和手段。而许半夏这一角色便是在酒桌上把大女主的形象立住。她在上酒桌之前就给自己认识的所有的总们送了礼，成功在钢铁交易会上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虽然家小业小，但她也心不小。在听到有5万吨废钢生意时，许半夏自告奋勇，第一个表示要跟随5建设一同去。但许半夏也很清楚自己想要让这些比自己更强大的人带着他玩，必然要让他们看到自己的能力。于是，在几人商议如何将假洋鬼子赵磊拉过来细谈时，许半夏想都没想就给对方挡了一杯酒，继而又用5万吨钢材的生意将对方吸引过来。他既利用自己的本事让对方对他格外注意，同时又让比自己强大的合作伙伴们看到了与他合作的益处。在酒桌上把酒杯里的酒一口闷，让赵磊看到了他的实诚和拼劲。这波存在感不是通过别人的引荐，更不是依附于任何人，而是全凭许半夏自己。通过酒桌上的这一场戏，不但将所有的主配角全部都拉出来亮了相，又精准地描绘了许半夏的性格，直爽又大气，不拘小节又实诚，直接将一个未来钢铁行业的女霸总稳稳地立住，打破常规路数的方式当真是新颖。02拒绝狗血与套路，
大女主破局全靠敢闯敢拼。风吹半夏的成功与否，自然与戏份占比最多、最为焦点的许半夏有着分不开的关系。而赵丽颖能否立住这一角色，剧情层面上又能否延续酒桌戏份的高水准，就是关键。目前更新的剧情可以看出，风吹半夏对于狗血和透露的规避，让大女主破局，全靠她个人敢闯敢拼。单从借钱这一件事就能看出许半夏的果敢和精明，具备一个优秀商人的特质。他借助查账的机会给求必正好处，但又不会让对方白白的占了自己的时间和便宜，而是顺势从对方的手里掏了100万，继而又回到家中，与并不待见他的父亲进行谈判，先礼后兵又拿到了50万。而在借到了钱之后，他又想方设法的建厂子和码头，虽使用不光彩的手段成功拿下了码头，但却确定了他后续的商业版图，有了可以用来堆放废料的滩涂，便有拿下15000吨废钢材生意的可能。但有这些，许半夏还不足以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和领头的大女主。最关键的一步是她去到北方后，在所有人发现对方空手套白狼时，便选择离开，唯有许半夏留在了北方，抓住了骗子，并且谈成了生意，给自己找来了一条独立的可掌握的进货渠道。每一处剧情的设定，彰显的都是许半夏这位大女主拼搏的精气神，无论是面对怎样的艰难险阻，都不曾看到她放弃。从影视剧创作层面来看，风吹半夏也摒弃了以往常用的手段，而是尽可能的让人物之间产生一种冲突和戏剧感。男女主角之间即便有感情线，但也能够感受到互相拉扯的势均力敌，困境越大越能感受到许半夏顽强的生命力。剧中许半夏对于每一个能够让自己逆风翻盘发家致富的机会都不放过，他在看准商机后便出手利落，绝不会坐在原地等待。相较于剧中的男性形象更具魄力，行事风格也更加果敢。但风吹半夏又没有将许半夏刻画成一个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他与家人之间的相处方式以及对待童销奇迈井盖，并不是责备，而是慷慨解囊的善良，都突出了许半夏人性化的一面。剧作既拍出了许半夏有野心，不放过任何成功可能的稳准狠，但又将他伤痕累累，在冰冷人情社会下受过的伤害和痛苦呈现出来。他的强势成为了最强有力的护盾，但他又会将自己的温柔给予身边每一个他关心和在乎的人。虽然前期剧情中也短暂地交代了许半夏的丈夫出轨，对其造成了感情上的伤害，但她却并不是从此刻才开始觉醒要做独立的大女主，而是在这之前就已经拥有了过人的眼光，并且具备将事业做强做大的能力。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也是真正符合大家期待的大女主该有的样子。03，拍出真正的大女主风范，改写烂俗大女主剧传统。国产大女主剧难出佳作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作品打出大女主的旗号，但却不可避免的要让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属品，最终还要强行的说服观众，这就是现代社会下的独立女性，但观众根本无法与这类角色共情。风吹半夏拍出了真正的大女主风范，她彻底摒弃了玛丽苏的套路式爱情，又把女主角塑造成了一个非傻白甜、非白莲花的人物形象，彻底改写了烂俗大女主剧的传统。在当前的剧情中，雌竞不复存在，多女抢一男本就不符合大女主的人设，一门心思搞事业才是重点。于是即便在风吹半夏中有感情戏，也是让两人一同携手将事业做大做强，而不是用鸡毛蒜皮的琐碎和狗血来堆砌两人的感情。风吹半夏没有刻意的去强调这部剧作的年代感，在剧中看不到独具特色的老物件，但它却真正拍出属于那个年代热血青年的奔放和激情，一有机会就上，
一有难关就闯，不抛弃不放弃是这一代人所具备的共同特质。赵丽颖在剧中饰演的许半夏也尽可能地还原了原作中的人物形象，没有刻意地去关注形象气质是否完美，反而是为了能够让观众更快地入戏，在形象气质上做足了准备工作，将一个拥有大姐大气质的女性直接搬上荧幕。而在塑造好了主角后，风吹半夏又把主角的精明拍出了切肤的真实感，让女主这样一个看起来身材娇小的女人，在一群大男人中间游走谋划，开启一场巾帼不让须眉的博弈。许半夏的努力上进更像是骨子里就带着这样一股子精神，而非有任何的契机助推她走上这条路。她手里没钱，敢借更多的钱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虽然每一步都走得让人心慌，可她总是能够成竹在胸的把每一步都走得漂亮。风吹半夏既要把许半夏这一角色打造成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女商人，尽可能的贴合现实，但又想方设法的把她塑造的更加有血有肉，让她经历爱恨情仇的纠葛，也有不忘初心的坚守。这样的大女主自始至终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从不放弃，最是符合大家的期待。